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基督教宗派的话题。上一期我们介绍了从16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先后出现了以信义宗、圣公会、改革宗、长老会、浸信会以及卫理公会为代表的基督教新教主流教派。这些教派从500年前的宗教改革开始，在之后的400多年时间里，一直影响着基督教的发展方向。也许您这个时候会有疑问，为什么会有宗教改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教派？如果用最简单的一个词来概括的话，就是回到圣经。因为天主教在宗教改革之前的1000多年时间里，不断地在圣经之上强加了很多东西。比如我们最熟知的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因为天主教认为耶稣基督是神，那么生下耶稣的玛利亚起码也是个半仙之体。但是纵观整本圣经，并没有对玛利亚有圣体、行神迹、说神语等方面的记载，所以宗教改革反对给大家教导圣经里没有记载的事情。也就是说，天主教往圣经里再加东西，而基督新教的任务是往下减东西。这一点是值得认可的，但问题也随之产生了。当什么事情做过了头，那么再好的初衷也会变得事与愿违。比如浸信会坚决地除去给婴儿施洗，但圣经中并没有记载关于婴儿施洗的事情，强调可以施洗也没有圣经依据，强调不可以施洗同样没有圣经依据。所以看似除去了一个东西，但这个东西原本就是不存在的，反而增加了一条新的理论。又比如原罪说，基督教教义认为人性本是有罪的，生来便有罪，哪怕是一个刚出生便夭折的婴儿，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过，他同样也是有罪的。我们暂且不讨论原罪是不是有道理，原罪这个词在圣经上根本就没有。主流基督教在500多年时间里发明了很多的教义，并且用简单的教义来概括圣经，并强调教义的重要性，看似是对圣经的概述，实则这些主流基督教派又慢慢地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小号天主教。因为天主教的教皇高过了圣经，在圣经之外增加了很多的理论，而基督教的教义同样高过了圣经，把基督教简要地浓缩在几条教义之中，所以主流基督教权威也开始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质疑，新的宗教改革也开始不断地孕育。上一期影片我们的时间定格在了18世纪，现在就让我们重新回到18世纪的欧洲大陆。随着欧洲人在知识和科学方面的不断进步，启蒙运动正在欧洲大陆不断的发酵。除了圣经以外的书籍，在当时顶尖大学里的各类藏书已经超过了20万册。人们发现理性和知识可以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工业和科技的发展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生物和医学的发展让人们对生理和疾病有了新的认识，天文和物理的发展让人们进一步地了解地球和宇宙。而圣经中所记载的上帝6日创造天地，摩西分红海，童贞女生子，耶稣死而复活等问题，在科学面前显得充满了神话色彩，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所以自由派神学开始出现，他们不再承认圣经中的绝对权威，他们认为圣经中的神迹奇事只是在讲述一个道理，只是用一种夸张的手法来教育人，所谓的神迹奇事在真实的历史中并没有发生。圣经就像一本神话故事书，人们明白其中的道理就 OK 了。随着自由派的思想浪潮越来越大，主流基督教派为了对抗自由派思想，原教旨主义开始出现了，在中文的神学界也被称之为基要派。由于
于原教旨主义经常与伊斯兰的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所以中文更倾向于翻译为基要派。但这种翻译明显不能准确地反映该派系的核心思想内涵，因此我仍然习惯于使用原教旨主义这个词。时间来到了19世纪，原教旨主义已经被一些主流基督教神学家视为信仰的根基。不仅原教旨主义形成了一套理论基础，在实践和基督徒日常的行为上也继承了源自卫理公会创始人约翰·卫斯理的圣洁运动。就是说，基督徒在承认圣经绝对无误的同时，还要过圣洁的生活。换句话说，对于基督徒来说，不仅要追求圣经的理论，还要跟随圣灵的引导。单单从这个方面看，起初的原教旨主义思想还是相当不错的。在长老会、浸信会等宗派中，都有相当一部分教会支持原教旨主义思想。而这种思想就算放在今天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接下来的时间，情况发生了变化，基督教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刚才我们用了很长的篇幅，将18世纪到20世纪这段时间基督教的发展做了一些介绍，而这些都是铺垫。因为如果对这一段历史不了解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对后来发生的事情有更清晰的认识。时间来到了20世纪，福音派思想成为了基督教的主流理念。由于原教旨主义思想最初得到了主流教派的认可，所以那个时期福音派和原教旨主义几乎是同一个意思。大部分主流基督教派认为自己属于福音派。而随着人类对科学和考古方面的不断发展，对圣经的质疑声音越来越大。福音派基督徒在这个时候采取一种温和的处理方式，认为科学与神学并不是对立的，一定在其中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而原教旨主义坚持比较激进的方式处理。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吧。创世纪第1章中说，神6日创造天地。原教旨主义提出，圣经必须按字面意思来理解，6日也就是6天，也就是6个24小时。所以按照这样的理论，地球只有几千年的历史。但主流科学界对于地球的年龄的推算，最短的也有几万年，最长的有几十亿年。面对科学界的咄咄逼人，福音派指出，按照圣经的记载，上帝在第4天才创造了太阳、月亮、星星。我们现在所说的一日，通常指代着是太阳升起到落山，再到第2天升起，也就是24小时。而上帝创造世界的头3天并没有太阳，所以不能单纯的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福音派认为，上帝6日创造天地，更多的是在表达创造天地的过程，突出的是先后顺序，而时间只是一个虚指。就目前人类的认知，还不能准确的理解6日到底是多长时间。根据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认为，空间与时间都不是绝对的，都可以成为一个变量。在速度的影响下，时间不仅可以放慢或者停止，时间甚至还可以倒流。所以福音派积极地与科学界交流和沟通，而事实上很多前沿的科学成果并没有办法否定圣经，反而在客观上印证了圣经的真理。比如现在科学界公认的宇宙大爆炸理论，确信整个宇宙是从一个极小的点以极快的速度向外扩张而形成的。而在宇宙大爆炸理论形成之前，主流科学界一直认为宇宙是恒定不变的，所以对圣经中描述的天地在某一个时间被创造出来的观点嗤之以鼻。随着宇宙大爆炸的理论被全世界的科学界全面的认可，证明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开始的起点，所以圣经中起初天地被创造出来的理论是正确的。由于福音派神学在很多问题上采取温和折中的办法，引起了原教旨主义极大的不满。
最终两派从相互拥抱变成了分道扬镳。福音派迅速地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成为基督新教中最重要的一派思想。目前全世界有超过6亿福音派基督徒，而原教旨主义的基要派基督徒逐渐变成了宗教狂热、极端主义的代名词。原教旨主义教条和刻板的神学理念要求必须按照圣经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完全不考虑当时圣经的写作背景和客观环境，将上帝更多的描述为一个审判和惩罚的上帝，而不是一个慈爱和怜悯的上帝。要求信徒回到初代教会的状态，将末世论作为主要的宣传方向。因为圣经中提及初代教会的时期，很多信徒都认为耶稣马上就会再来，所以很多教会实行信徒财产公有制，教会中富裕的阶层会变卖自己的财产，并分配给经济条件较差的会友。因为他们觉得末日很快就会临近，所以大家每天主要的生活就是一起祷告、一起吃饭、一起赞美。如果按照圣经的字面意思，真的就是这么写的，原教旨主义还真的就这么教大家。但随着圣经学者对历史背景以及圣经原文的不断了解，被证实初代教会这种做法确实存在，但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而圣经中对这种做法也提出了修正，但是圣经原文的描述是比较含蓄的，需要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用词手法相互对照，才能明白其真实的含义。但原教旨主义只求字面含义的坚守，让基要派基督徒变得更加边缘化。远离了主流基督教文化之后，原教旨主义开始向不发达地区和乡村开始传播。因为福音派基督徒在城市中的比例较高，而福音派基督徒对新事物以及新科技可以温和折中地接受，而农村和不发达地区的人对新事物、新科技没有太多兴趣，所以基要派和福音派走上了一条永远不会相交的道路。在之后的日子里，基要派一直秉承着自己原教旨主义的思想，不仅对同性恋、变性、堕胎等行为坚决的批判，对政治、政府、政党也采取绝不包容的态度，所以也得到了一部分保守主义者以及右派信徒的支持。但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原教旨主义已经被边缘化了，来自各种方向的压力和逼迫，导致原教旨主义基督徒更觉得自己与初代教会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并开始以独立教会、家庭教会、地下教会的形式存在。本来原教旨主义思想就反对与现代社会和现代科技接触，进入家庭教会和地下教会的形式以后，便更加的完全将自己独立。部分原教旨主义教会主要宣传末日言论，强调个人的属灵经验，对其他教派的观点没有任何讨论空间，认为他们所理解的圣经便是绝对的权威。同时，基要派基督徒特别富有战斗精神，他们认为自己的教派是末日之前基督教复兴的最后希望。我们再说回福音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持自由派立场的基督徒开始有所反省，他们认识到科技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美好的生活，反而让世界陷入了一场又一场的巨大灾难。而温和保守的福音派成为了人们治愈心灵创伤的良药。这段时间，福音派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福音派教会确立了以星期日作为主日崇拜，在基督教礼仪上也相对简单轻松。由于信徒增长迅速，开始建设可以容纳数千甚至上万人的巨型教堂，有时甚至还需要租用影剧院或体育场。福音派教堂一般只摆设无苦像的拉丁十字架，区别于天主教以及传统教派的十架苦像。在敬拜赞美中也引入了吉他、贝斯等现代电声乐器。
牧师讲道穿着也以西装为主，福音派成为了现代基督教的主流方向。我们上一期给大家介绍的信义宗、浸信会、改革宗、长老会、卫理公会等主流基督教派都有较大比例的教会属于福音派，大多数无宗派教会也持福音派立场。而随着福音派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的扩大，问题也纷至沓来。随着内部保守思想与进步思想的对冲，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的碰撞，理性思想与感性思想的矛盾，福音派没有实现基督教合一的伟大使命，一场更为激烈的变革风暴即将席卷整个世界。下一期我们为大家继续分享从20世纪到当下基督教宗派的发展，灵恩派、极端教派、异端教派以及邪教把基督教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很多外邦人眼里，一些教派的基督徒与神经病没有区别。到底基督教变成了怎样的一种宗教？基督徒又该如何面对自己？如何面对世界？原来如此，我们下一期为您分享。